1963年声名大噪的王沙野枫，从小众走进大众视野，开始上电视表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电视双宝。60年代的新加坡还是个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的年代。当年大家到联络所一起看声宝之夜，是人们最大的饭后娱乐。好，各位观众，你们好。当年每周日晚上9点播出的声宝之夜，是新加坡唯一的大型综艺游戏节目，因此大受观众欢迎。身为主持人之一的张维，也因此成了炙手可热的艺人。声宝之夜1个小时的节目里头，除了歌唱、舞蹈、喜剧表演，下来就是问答比赛，另外一个就是猜宝箱游戏，很新鲜的。所以就是播出的第1个晚上就轰动了。那之后播出的时候啊，那些 taxi driver 啊，那些卖吃的啊，早早就收档了，回家就是在等看这个节目。而王沙野枫的谐剧表演是这个节目的固定压轴演出，搞到家庭观众也是笑到啊，哇！一直拍旁边的人的腿了。方言喜剧也不单限于王沙野枫，还有其他白岩、关心妍。不过王沙野枫是最受欢迎。喂，谁？干部？会使我？会使了，好了啊！我不要上面。著名喜剧演员及电影导演梁志强，从小受王沙野枫的谐剧熏陶。在他后来执导的电影当中，也不忘向儿时的偶像致敬。我喜欢到我们的故事里面，我还原的那个场景，整个甘榜的人就围在一起看这个声宝之夜，就看到王沙野枫他们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很接地气，他们的笑话就是平时你在讲的那些话，可是呢经过他们重新编排是那么的好笑。王沙叔也是很喜欢吃这个盐鸡啊，我喜欢这个梅菜扣肉啊，OK， 客家菜啊。哇，这个肉好香哦。我在声宝街当助理的时候，王沙叔跟野枫叔都对我很照顾。新加坡资深媒体人管雪梅，因曾担任声宝之夜的节目助理而跟王沙野枫结缘，在王沙晚年也常和王沙及王嫂聚餐话当年。那个时候因为声宝街是预录的，现场观众200-300个人，气氛当时很好的。他们2个表演短剧嘛，观众那时候都很期待的。那时候我还在南洋大学读书，大概是60年代吧。那时候有一个晚会，请王沙野枫到礼堂里边表演，里边坐了大概200-300个同学吧。那看到他们进场，大家都掌声如雷，红的程度到现在我还印象深刻。没有想到以后我去日本读书，学电视，然后回来当导播，跟他们有合作的机会。我那时候当新的菜鸟导播吧，我就想说，不如拍外景，就请王沙野枫去拍外景，拍一个在花拉公园吧赛跑的一段戏。开始是野枫跑在前面，王沙落后，后来王沙忽然间跑得很快，抢过野枫。原来他是跑进厕所痢疾。准时
不迟到，在外面拍摄，人又围得多，天气又热，有时候是拍了 NG 再来一次，他们都肯接受，都肯表演，这一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当一个菜鸟导播，他们都肯让我指挥，没有摆大牌艺人的架子，去尽量想表演得好，让观众哈哈大笑。1982年，王莎应蔡轩的敬邀，担纲主演了一部华语电视单元剧《阿秃》。这套戏呢，主要是讲一个人很老实、很白目，当然得罪人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物。我就把这个人物由王莎来表演，播出以后很受欢迎。你可以想象，从黑白的影片到彩色，这段时间我都跟他们合作过。所以加起来应该有10多年吧。凡是有他们参加的节目，一定收视率很高。这边，去我是这边要比较 protruding 的。全息投影后期制作最艰巨的挑战是要把王莎野风丰富的面部表情细节一一呈现出来。We were trying to think off the box. How can we create a nicer texture? We went through a post process by using AI technology to calculate each and every frame to gain up more of their contrast, their skin texture, their wrinkles, so that it's more protruding. So when we project it out, you could actually see that they actually have a certain age. Kemasyhuran Singapura bahwasanya adalah menjadi hak asasi bagi sesuatu rakyat menikmati kebebasan dan kemerdekaan. Sekarang saya Lee Kuan Yew, Perdana Menteri Singapura, dengan ingin mempermasyhurkan dan mengisytiharkan bagi pihak rakyat dan kerajaan Singapura bahawa mulai dari hari ini 9 hari bulan Ogos tahun 1965, Singapura hendaklah untuk selama-lamanya berupa sebuah bangsa demokratik yang berdaulat dan merdeka. 新马分家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了。新加坡各方面有很大的危机感，失业率很高，治安其实也不是很好。那么华人其实也很不团结，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方言族群的那个分立的关系。致力于研究本地电影的福士专副教授，童年记忆深刻的娱乐活动就是看《花月良宵》和《生宝之夜》。那个时候，新加坡的社会环境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方言的。我们看电视，香港节目会听广东话，看王莎野风的节目会学到潮州话。那个时代生活环境，方言是我们生活很重要的部分。王莎野风的谐句让国人在笑声中暂且忘记了烦忧。他们的出現剛好配搭了一個新媒體的出現，就是電視。關於呢件事咧，等我直接同你老豆傾，咁啊好啲。我女同你個仔行好耐，我都清楚。幫我亦電視裡面出現了我們生活中聽到的語言。就我哋傾嗰啲嘢先得唔得？好，我哋意大利嘅，聽下波。王莎野風他們在講新加坡的課題。他們那個笑話的梗，我們新加坡人大概都很快的能夠掌握到，無形中大家就會去看。不然講華語啦，講華語。講啊，我爸爸會講華語。華語啊？華語統一啦嘛。一起笑，一起歡樂。他把那個方言族群打破。新加坡男朋友打華語，咖喱咯，買到華語應該都會識。它變成是我們那一代人的一個共同的記憶。
那个记忆是超越籍贯的。透过他们对草根的了解，透过他们的那种影响力，把大家凝聚在他们所存在的那个节目。乐是不是？啊，乐是倒听的，啊是气听。你如果放大来想的话，在新加坡这个环境里面，你我都会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建构我们的一个家园。所以我觉得说，它本身它提供了这么一种粘合剂的一个角色。1967年，王沙野蜂首开先河推出《野蜂王沙闹夜总会》唱片。当年新加坡刚建国，总人口不到200万，经济处于萌芽阶段，歌星唱片销量都不超过3万张，而王沙野蜂这张协剧唱片竟然能热销近20万张，可说是空前绝后，并成为他们最成功的代表作之一。迪ой做那阿嘎阿嘎之后啊，更成了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伊啊，加空行呢，招台啊，就在曲来呢，落着了大方事件，拍了对，落着可以碟，什么碟？碟呢就是拍相。来，先生，您的酒。好，先生，您的酒。谢谢。账单。对啊，碟。先生，谢谢你呀，你的人真好。对啊，再碟。先生啊，你的人真大方啊！有碟，对啊，你阿嘎就好，请你碟，你碟到加空间，那个车做都可能碟不了。小姐，谢谢你，你不要再讲下去了。以前的旧货市场在结霜桥被赶搬迁之后，他们就曾经移到前面这边来。位于桥南路的福海大厦，每逢周日都会举办旧货市集，是苏章凯经常来挖宝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旧的，但是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嘛，所以能够挖到一片旧的东西，蛮开心的。20多年了，都已经差不多给我收完了。这是野蜂那时候的电影。当时候买王沙野蜂的唱片，受欢迎的程度到达什么？到达是唱片送到唱片行，老板都还没有机会放进这个封套，就给人家买去了。最红的那一张就是他们的第一张唱片《野蜂王沙大闹夜总会》，甚至后来再版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把那个唱片的封面颜色给换掉，原本是深绿色的，后来他们再版了之后，他们就把它换成红色的，然后又在版的时候又把它换成蓝色的。你怎么样推出，人家怎么样买，这个就是当年整个王沙野蜂唱片的那个风靡程度跟它销量惊人的一个现象。在1967年，以所谓白话方言作为校剧的一个方式推出这个《野蜂王沙大闹夜总会》之前没有类似这样的唱片的面世，王沙野蜂算是开了一个先河。70年代，王沙野蜂在资深电视人蔡和平的穿针引线下，
到香港无线电视台参加金牌综艺节目《欢乐今宵》，而打开了香港市场。At that time at TVB, I was the executive producer and the creative engineer of something like. The first thing I think of, it was Ye Fong Wang Sa. They are the big star here. They are the best comedian. I love what they're doing, what they've done. When in Hong Kong, Ye Fong Wang Sa was not known at all. Nobody knows them. But when I brought them in, it was an immediate success. The next day, everyone talked about it. They were really terrific, very, very good. They really helped me make my show very, very successful too. And I was very, very proud, especially as a Singaporean, having Singaporean perform in Hong Kong. 1972年至1985年，王沙野峰走出国门，前往香港演艺圈发展，迈向演艺生涯另一个里程碑。我们第一部片是《阿牛入城记》，也是外人进去在香港拍电影过100万的，也是我们2个人的第一部片。当年，王沙野峰为邵氏机构拍了一系列以阿牛为主的电影，其中《阿牛奇遇记》在狮城放映时改名为《阿牛下南洋》。阿牛就一个很老实的一个乡下人哦，来到大城市里，很多人就利用他嘛，好的就自己做了，不好的叫阿牛去咯，就害得阿牛呢很惨，所以这个戏变得很有人情味。但是我们新加坡就很轰动了，卖座非常不错。我听他们讲，很多人还坐了啰哩车，一家大小从388下来看戏。阿牛下南洋多达95%的戏份在新加坡取景，不止参与的本地艺人众多，也保留了40多年前新加坡的人文历史风貌。大家拍咁多，你有閉翳睇佢哋啦，有都會變我。而王沙个人电影生涯的代表作非老夫子莫属。当年52岁的王沙为扮演老夫子做了不少牺牲，他拔掉门牙，剃去頭髮，甚至掉鋼絲從3樓跳下。怕咩醜啫？得我哋2個喺度，你有咩事嘅咪講咯。好啊，咁你收咗我呢3朵花先嚟啊。王沙野峰凭自己的才华、对演艺的热忱和专业态度，赢得国际认可，扬威海外。阿牛入城记得了奖之后呢，74大概75年之间。到吉隆坡金武体育馆登台，那个是轰动一时，因为人太多，为了争位置呢，几乎暴动。这个暴动车也来，那个演出就延了1个多钟头后才演。1972年，王沙野峰演艺事业正如日中天，却突然传来拆伙的消息。他们拆伙当然是在新加坡的艺坛上来讲是非常的可惜的，因为2个人合作了这么久，这么有默契。对他们2个来讲，我会觉得2个人在一起，可以做更多的事。那1个人的话，力量不够，但是也没有办法。他是一个最好的台上搭档了。我认为这么多年来，我所碰到的，大家都有了一定的默契，但是分开来呢，大家都是这种损失。王沙野峰拆伙之后，各自和唐虎、白岩、关心逸等其他艺人合作演出。后来，王沙和唐虎还组成搭档出版卡带，2人合作创作的《祖传秘方》也成为经典。我们拍那个电影啊，叫做《马来亚狂恋》，真的很好的朋友。
他是用潮州，我是用客家华语。那么每一张 cassette 唱片4个题材都是笑话，哇，很好卖。那时候我就跟王沙那个2个人整天都是在咖啡号里面、小贩中心啊，坐在那边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就这样写啊，改编歌曲。王沙不管到哪里，他都受到大家的欢迎。他一站在台上，不用演戏，这么一站眼睛一转，那么嘴巴一歪，每个人嘻哈哈。他给我很多在舞台上的一些知识，我非常尊敬他。一直到他们回来了、复合了，那个时候就很轰动，豪华歌剧院就排档上他们的现场演出，就造成了他们整个80年代的一个回归。后期为了政策，他们改用华语，少了那个一点的味道。那再加上后起之秀不断的上来了。